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合约到期，所谓自由背后隐藏的资本博弈，你知道吗？在娱乐圈里，所谓的自由，往往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洒脱无羁，而是另一种高明的束缚与安排。拿白鹿和于正的故事来说，许多人以为这是一个解放的故事，合约到期，艺人离开老东家，迎来全新的自由天地。可若你仔细想想，这份自由真的是一纸合同就能赋予的吗？还是说，它其实是资本棋局中的一招妙算？事实上，白鹿6年13部戏打下的江山，从来不是合同上的解约权利，而是资本精心策划的产物。它的自由，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资本在完成利益再分配后，顺势抛出的一个结果。初入娱乐圈，从棋子到筹码，白鹿刚入行时，和很多新人一样，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会成为今天的白鹿。那时的他青涩、不谙世事，甚至连镜头感都还需要不断磨练。而于正的眼光向来独到，他为白鹿铺设了一条相对清晰的成长路线，从小角色到女2号，再到逐渐挑大梁的女主。观众的喜爱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一部部剧集慢慢积累的。最初的白鹿不过是公司手中一颗棋子，剧本、角色、宣传方向、曝光频率都由资本统一策划。他的形象、他的口碑、他的受众群体都是一点一滴被制造出来的。但也正是在这种体系内，他凭借自身的努力与角色塑造能力，逐渐在观众心中站稳脚跟。可以说，没有资本的扶持，他未必能这么快崭露头角。但若没有他自己的拼劲，资本也不会愿意在他身上持续下注。6年13部戏，自我价值的砝码。有人说，白鹿的成功是于正给的，可事实远比这复杂。6年13部戏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几乎每一年都有2部甚至3部作品面世，观众几乎从未在荧幕上缺席过白鹿的身影。这种高强度的曝光率，不仅让他快速积累了人气，也让他在市场上形成了持续的存在感。他不是昙花一现的新人，而是在一部又一部作品里证明自己，从古装剧里的明艳少女，到现代剧中的都市白领，再到悬疑题材里的坚韧角色，他几乎没有给观众留下只会演一种角色的刻板印象。这种多样化的角色选择，其实也是资本与演员之间的博弈结果。资本希望他能拓展受众，覆盖更多市场，而他自己也在通过角色积累演技与口碑。到最后，这些剧作形成了他的作品价值。所以，白鹿如今的自由，不是谁的恩赐，而是他用无数作品与拼劲砸出来的砝码。资本的游戏，自由的代价。在娱乐圈里，谁的市场价值高，谁才能拥有更多自由度。不要以为是老板大度放手，实则是资本在衡量利弊后的必然选择。白鹿现在的地位，已经让他具备了谈判的资格。在资本眼中，他不再只是单纯的棋子，而是能产生更大市场效应的筹码。但这份自由绝不是没有代价的。首先，它意味着他必须继续维持市场热度。任何一部剧的失败，都会被资本重新计算价值。所谓自由，不过是合格产品才拥有的待遇。其次，自由也伴随着风险。离开熟悉的团队，他必须面对新的资本、新的合作方，甚至新的市场博弈。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决定他是继续高飞，还是被新一轮的流量浪潮淹没。资本不会无条件宠爱任何一个明星，老板也不会傻到放走一棵摇钱树。所谓的放手，往往是资本经过精密运算后，认为这样更符合利益最大化的举动。资本宠儿的幻象。
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明星被称为资本宠儿，他们仿佛拥有随心所欲的自由，能够选择剧本、决定档期，甚至挑选合作对象。可事实上，这种自由从来都是限定版的。资本的温情永远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。某些大咖之所以能自由翱翔，是因为他们早早建立了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。换句话说，资本舍不得他们离开，才会给他们最大的便利。白鹿如今的处境正是这个逻辑的体现。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市场号召力，资本自然愿意给他一部分自主空间，但这并不等于他脱离了资本的框架。相反，他的每一步自由选择依旧在资本的格局之内运行。观众与市场推波助澜的力量，我们不要忽视一个事实：观众在这场博弈中也是重要的一环。当我们为明星的作品点赞，为他们的美图转发，为他们的直播打赏，其实都是在推波助澜，帮助资本计算出他们的商业价值。白鹿的自由，某种意义上是观众用一次次点击、一次次收视率帮他砸出来的。没有观众的认可，他不可能获得资本的重视；没有市场的反馈，他也无法成为自由的谈判者。因此，观众看似是旁观者，实则是博弈中的参与者。资本在算账，明星在努力，而观众则在无意间为他们提供了最真实的市场反馈。自由的真相，战略放行。白鹿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放行，它并没有彻底脱离资本的框架，也不可能彻底脱离。在娱乐圈这个庞大的体系里，没有哪个演员能独自生存，资源与资本永远是不可或缺的。所谓的自由，更多是一种权衡的结果。资本认可了他的市场地位，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做选择，他自己也通过努力争取到了在谈判桌上的话语权。这不是甜言蜜语，也不是老板的宠爱，而是市场与利益交织后的必然产物。自由的可持续性，未来的博弈。问题来了，白鹿能保持这份自由多久？答案其实并不乐观。自由并非一次获得就能永远持有，它是一种动态的状态，需要不断用成绩和市场价值来维系。如果未来几部作品能够继续爆火，它的自由度会进一步提升；但若连续几部失利，资本会毫不犹豫地收回这份自由。换句话说，它的自由是一种条件性自由，随时可能因为市场表现而发生改变。娱乐圈的缩影，自由的悖论。白鹿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，更是整个娱乐圈的缩影。在职场也好，在社会也好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自由而努力，但这份自由往往都带着各种限制与规则。明星的自由是资本印记下的自由，而我们的自由可能是制度与现实框架下的自由。这是一种讽刺，我们都渴望自由，但真正的自由永远不是完全属于个体的，它总是伴随着某种博弈、某种权衡。结语：自由的价格。白鹿的自由不是轻飘飘的放飞自我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战略结果。他的每一步努力铺垫了今天的资格，而资本的每一次选择则决定了他自由的边界。作为观众，我们既是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我们为明星鼓掌，实则也是在为资本的布局喝彩。所以，当下次你看到自由2个字时，或许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，它真的是无拘无束的解放吗？还是一场隐秘的资本游戏？白鹿的答案或许已经写在他未来的作品和选择里。